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有些粉丝敲碗很久，但是我一直直到现在他可能都到荷兰了才来分享这个影片。我们今天分享就是有一些有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或是需要去购买东西的时候，应该去到哪些商店？因为在台湾我们可能已经很习惯哪些东西对在哪里买了，然后那在这边的话，很多商店其实都是。有些可能大家已经先上网查过了，已经知道了。那有些可能还没那么熟悉，就不确定。像我一些小零件，或是什么样子类型的东西，我该去哪里找或者哪里买？应该是说刚落地荷兰这一阵子时间内，你临时要买一个东西，一时不知道去哪一家店买。对，原则上你在一般的荷兰超市，应该你生活用品应该是买得到，只是就可能价钱没有那么的可爱。对，就稍微贵了一点。但如果你要大量买的话，或是你一般来说你要长期买下去的话，你可以在哪些商店找到你想要的商品？那我们这边呢会分成几个类型，我们分成10，然后1，还有生活用品，药妆、3C， 还有5金。而在这边你真的很需要自己动手做的时候，那你的一些小零件或是一些道具应该在哪里买？然后还有家具，那还有最后就是娱乐。对。那今天会比较着重在那些连锁商店。就比较大型、比较常见的啦，每个城市可能比较常遇到。对，都会，因为它应该都会有的城市，都有的商店。对。那我们先从就是吃好了，大家就是一定会吃到东西。那不外乎大家应该都，如果有些做功课的话，应该知道，就是荷兰的超市大概就是阿哈那个 Aberham 就是阿哈，对，就蓝色的底，以蓝色为主要的色系的一家荷兰超市。那这个应该。大街小巷应该都会有，有人叫阿哈 Aberham， 有人叫 AH， 台湾有人叫 AH， 但是它荷兰发音叫阿哈，那它全名叫 Aberham。那里面的话，就是大家想到的就是生鲜啊，或是一些蔬果，或是有一些茶包、咖啡、饮料等等，就有点像顶好啦，全联顶好，或是现在的家乐福等，没有那么大间。它原则上，我觉得它的规格就比较像是全联的等级，对。那另外一家跟它可以媲美的就是 Jumbo， 因为 Jumbo 还是 Jumbo， 还是 Jumbo， 我不知道它实际上怎么发音，如果知道了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们。那它的主视觉就是黄色为底的，那里面的话也是跟阿哈卖的东西其实是差不多的，大同小异。原则上有时候。打折下来的东西，可能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我们在最后面可以分享有一个 app 是可以看到各家商店的 DM， 对，每都可以 DM。那如果比较用心想要省钱的主妇们或是主妇们，那就可以用上面来比价啊。留学生也可以啊，就是大家想要省钱的话，就可以稍微比价一下。那再来就分享第3家荷兰超市，其实它应该是德国的，叫 Lidl。它应该是德国超市，但它卖的东西商品类型就稍微少一点，但普遍来说它的价位会低一点，但它的品质我觉得没有那么的稳定。那另外一家是我们最近也有去买过东西的，叫做奥迪，它应该也是德国的来的超市。那它卖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它价位普遍来说蛮便宜的，比较低一点，对，比较低一点。然后那它的品质也还不错，但它就跟 Lidl 一样，它卖的商品就没有像阿哈或 Jumbo 一样卖的这么的。类型那么多，对，那它的话就会是像说你的牛奶，或是说你的 cheese 等等，或是我不知道怎么讲那个感觉，就是你进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是能逛的东西没有到陈列的商品就不会到很多元的话，那我们会觉得 Lidl 跟奥迪卖的商品种类就没有相对那么多。对，相对于阿哈跟 Jumbo 的话，荷兰的无论我觉得是这4家超市。之外，但大部分超市其实都有自己专属的 app。那超市的 app 原则上它都会有可以集点，它的集点方式，我现在归类大概有3种吧。一个就是有点像是现在台湾的全家，就是你会给它条码，然后你就扫就可以集点。那集点就是之后累积到够多，你就可以折扣。它就是集点，然后可以抵消费之类的，又或是说换东西。对。那另外一种是，它是等于是说你花这个可能花0.5欧元，然后你就可以用1欧元，你就可以把它变成1欧元。1欧元他们的货币的概念。对，就是你用0.5。你多刷0.5，但是你可以未来在他们超市的时候可以变成1欧元的价值。对，那这个0.5也不是说你想换多少点就多少点，例如说你的食物买超过多少才可以有机会买这个0.5。对。那他们叫做 stamp， 好像是。对，就是有时候你结账那个你要不要问你要不要 stamp， 它指的不是你的邮票，它指的是那个点数。
对，就是你额外，你如果看你有拿那个收据的话，你会看到最后可能额外跟你 charge， 就跟你多收一点钱。对对对，像AHA，它 by default， 如果你用 App 条码，我记得这个功能是打开的。然后你也好像要把它关掉，对不对？对，要特别把它关掉，不然你结账它就会自动帮你多刷一点钱。多刷一点钱。对，那如果你本来就想要这样子去做积点跟消费的话，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跟你的消费习惯，或者你比较常去的那几家超市，我个人这样子是。买下来之后，我觉得就是你就是固定，如果常去那几家，你就是用那几家积点方式就好，不用这家里积点，那边积点，这样反而可能就比较分散。但是就是还是可以多积点，积点没坏处。然后第三种积点方式就是有给你真的贴纸的，对，那它就是可能不定期的会有特殊的活动，那可能会有我们之前像 Lido， 它可能就会出现有娃娃，可能就是你就是可能满10欧就是给你一个贴纸，那可能一张贴纸需要一张纸可能需要集12个，那你就是集满了再去柜台那边换，或者它有一些保鲜盒，等等的一些就是不定期的不同商品。全联就是一模一样啊，对对对，全联有一时候，对对，可好像感觉没那么高级，但是没有，也是蛮生活的啦。它不是加价购。它就是直接换，有些也有加价购对对，有些也有加价购大概是这个，不过在荷兰就是反正下载各家的 app 啦，那几点。再来就是衣服的话，我觉得蛮单纯的，因为可能我们也不太常去 shopping，那最常见的大概就是Primark 这样念吗 ？Primark 在大城市比较会有啦，那它里面就是我觉得比较像是台湾的 Net 的感觉，但是它连一些寝具、床包也会有。对对对对，我们去的对大型的应该会有，就是你买到它可以用一个非常低价的价格去买到你想要的生活，就是衣服的衣物，对，有点像快时尚吧。然后后来还有寝具，然后那比较品质好一点的话，应该就是黑马了吧？黑马有在卖衣服啊？黑马有衣服，对，黑马就红色的，像无印良品没有卖衣服的概念。但是它是复合式的商店，它不是只有单卖衣服而已，它有一些像是生活小物啊等等。对，我就用无印良品荷兰式的无印良品来形容，感觉对那种感觉，复合式的商店，那它里面也会有卖衣服，稍微质感会更好一点，但它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但路上你要来说的话，其实都还是有一些商店，只是如果你一时想不到的话，就可以去找 Primark。应该就是应该都会有。那再来就是荷兰的一个大品牌，国民品牌叫做 C&A。那它的话，它的等级因为说台湾的 Net 会不会有点Uniqlo 吧？它的稍微价位就高一点点，那品质也好一点，但是它打折下来的时候，其实也是蛮可以买的，蛮便宜的。那大概就这几个。那另外有一个 App 叫做 Zalando， 我不知道你讲 ZALADO。那它是有卖鞋子，然后也有卖衣服的。那其实买小朋友的商品的时候，蛮好逛的，蛮好买的，也是那种小朋友衣服，然后跟鞋子的。再来是药妆店，药妆店的话，因为有时候买一些保健食品或是尿布等等的话，你都可以找一下小朋友的维他命等等，就可以找我们大概在荷兰很常见的2大品牌吧，一个是 Atos，它的话我觉得是灰底白底，然后黑的字，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Krivat， 很多人叫它 K 店，对，在台湾我们都叫 K 店，那它是红色的主视觉。我们这2家的话，我觉得 Atos 比较像是台湾的康士美屈臣氏，对，药妆，对，药妆店。那Krivat 的话，我觉得它卖更多的生活用品，对，我觉得它很多生活用品，又卖有一些玩具啊，或是一些食物等等，对，像宝雅一点点，我觉得它偏向宝雅一点点，但卖的没有东西没有那么多元啦，对，比较小间，对。那像我们的话，就是后来小宝的尿布的话，大部分我们还没到德国之前，尿布、奶粉跟尿布，我们会在 Primark 那边买，就是它周3有时候晚上会有特价，就可以。然后再来就是生活用品吧。生活用品的话，我们这边归类就有点像是你在家里可能会用到，锅子、清洁用品。其实在清洁用品在 Krivat 也可以买得到。然后一些锅具、小锅具，还有什么就那种不是那种真的很高级的啦。我们这边就是讲的说一般平价的锅具，还有什么衣架，对，这种衣架这种生活用品的话，最常见的话，我们会在 Action 买嘛。Action。Action 的话，它卖的东西我觉得比较像消费百货，
对，品相没有那么多的小北百货，品相没有那么杂的小北百货。Action 给我感觉它每次的东西不太定，就你这一次看到这个东西，下一次去可能它就没有了，不定期会出现的商品。还有一个就脚踏车的配备都，我觉得也可以在这边找一下。Action 对，就那种车灯啊。之类的大锁我就不确定有没有了，但是可以去看看。Action 我也是觉得蛮好逛，对，是蛮好逛，就是慢慢逛可以发现很多一些鸡肋小物、惊奇的东西。对，那再来是Broker，它的话就比较是有一些锅具啊，甚至有一点点小家电，好像有一点点文具。对，因为上次我买了一个很像就是粘土的，然后可以粘墙壁，生活用品。对，可以就是在Broker上面买的。那3C 的话，3C 专卖店就只知道一间 MediaMart，对，它应该各大的城市都会有这件的，但我自己觉得普遍贵一点。对，我们最后但好处就是它有现货，如果你是真的刚落地，你就是要马上拿到。像我们一开始在找吹风机，我们就是去 MediaMart 买，就你等个几天都不太方便，所以就直接买现货。对，欧规的。那不然一般3C我还是习惯在网络上买。再来就是5金，因为我们前阵子还在装我们家的窗帘。那我觉得有一些小零件，你什么东西，我们是找什么东西？我问啊，窗帘螺丝啦、壁虎啦。甚至是电钻啊那种东西，它可以分到很小很细，这就很像5金行。对，就是 B&Q 了。B&Q 哦，它有卖到那么细哦。荷兰这家就叫Gamma Process 也很像，对，都可以去找找看。这两间都蛮像。对，这两间卖的东西，我觉得大同小异。都可以去找找看你们想要的小零件。然后再来就是家具的部分，想到国外品牌大概就是 IKEA 了吧？对 ，IKEA 最好处就是其实大部分都会有现货。对 ，IKEA 是少数你家具要拿到现货，大概就只有IKEA，而且很快。对，其他你可能它都有点像定制，就连家具行你也很难有机会是拿到现货。对 IKEA 就是原则上你可以快速取到你想要的货，但它的话，我觉得它的商品还是有限啦，就是没有办法，可能不一定有你想要的那样子，那你可能就要去在地的家具行去看。那我们可以在资讯栏分享我们当初的家具在哪里买的，但是它一等就是3个月。对，那应该说，好像这里大部分家具行都是，其实都是要等很久的，因为它是定制的，算定制，就是你下单才开始做了。对，所以它就是它的整个时程就需要拉很长。所以那我们买的是成套家具，然后价钱不会比 IKEA 贵，差不多。但它不是定制吧？就是成套家具，只是开始做而已啊。对啊，下单开始。对啊，对。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我们也逛过的，应该就是 Lembacher，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但是它就是一个粉红色的非常显眼的一个商店，主视觉商店。那里面的东西也会有窗帘、家具、灯具等等，对，也可以去逛逛看。娱乐的部分的话，我们大概就是小朋友的玩具啊。那刚刚讲的像 Action、Privat 都有 ，K 店都有，但是他们的品质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就是它价格便宜，品相也没那么多。对，品相没那么多，但是它价格便宜，品相没那么多，然后品质可能也没那么精致。那如果你要比较精致的话，你就可以到 Intertoy 这个连锁的，就有点像我们的玩具反斗城吧。对，就是玩具反斗城啊，好像也有玩具反斗城这里，好像也有。对，但玩具不过不算是真的生活用品啊，但是可以推荐。有时候小朋友要买礼物或者送礼物的时候，对。那我们现在要来推荐一个我们归纳所有的东西，你大概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那我们最常用的还是推荐给大家 Amazon。对 Amazon， 因为它真的是品项多元，你好找之外，你也很快就拿到。对，它主要是它支援英文，你用英文可以很快找到你要的东西。你在其他平台可能要用荷文。然后关于网络购物，因为我们刚到荷兰，或者你刚到一个国家，你有时候搜寻某一个东西，发现一个平台很便宜，你也不一定敢买，因为你完全不知道那个平台到底是可不可靠。像在台湾，如果你用中文去搜寻，你可能看到虾皮，然后你可能看到什么雅虎拍卖，你大概知道这个平台是不是知名的不 OK？ 对，这个平台的评价或是品质，你大概有一个底啊。对。但在荷兰，你搜寻到一个平台，真的是完全没有底。这时候我可以建议大家，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平台上面有没有一个很像房子的标志会 key 在这里，它就是有受过一些验证。但是一个可以参考的。对。不知道的话，你就一律在 Amazon 买。至少是一个大品牌的，而且通常不会比人家贵太多。对你现在的感觉来说，这边有另外一个叫做 Bol.com。对啊 ，Bol.com 的最大问题就是它只支援荷文。我常常不知道怎么商品的东西不好下，不知道怎么找。像我们的烘衣机是在网络上一个平台叫 Coolblue。我觉得它的下单流程整个标准化也做得不错。
可是 Coolblue 的话，能卖的是大型家电吗？还是你说电脑那些也有？好像也有，手机什么可能都有。那我们会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参考。自己参考。那其实如果要真的你还没有来荷兰之前，有一些东西你不确定这边买不买得到，我觉得都可以先上 Amazon 上面看一下。那或是说，刚刚我们有一些分类，那其实他们都有网络商店，他们都有自己网络商店，那你就可以在上面查一下，那看看可不可以用中文输入或是翻译成荷文，然后贴入放进去，这样子试试看可不可以找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那可以稍微知道一下价格或是好不好买。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想到归纳几个比较常见的商店给大家参考。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们知道，我们会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就可以回应给你们。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喜欢我们，就请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拜拜，拜拜。我忘记分享那个有一个 app， 对，比价的，就是那个，就叫这个。对，你不要放这就。